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非常精彩的危機處理案例。這是一場幾乎失控的公衛戰爭，但你知道嗎？最後成功逆轉戰局的，竟然是一位地質學家。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不可思議？當整個政府所有的公衛專家都束手無策的時候，一個來自完全不同領域的學者，竟然提出了一套顛覆性的打法。這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思維模型在運作？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深入拆解的核心。好的，讓我們先把時間拉回到2015年的夏天。那一年，整個台南市可以說是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公衛風暴之中。就在2015年，台灣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登革熱疫情，確診病例超過了43000人。這是什麼概念？是過去最高紀錄的將近10倍。整個南台灣真的是人心惶惶，醫療系統也瀕臨崩潰。那面對這場熊熊大火，當時傳統的應對方式是什麼？基本上就是打地鼠，哪裡通報有病例，防疫人員就趕快衝去那裡噴藥消毒。但結果證明，這種做法完全跟不上病毒擴散的速度，就像玩打地鼠遊戲一樣，你錘下這邊，另一邊又冒出來，根本永無止境。當時主導防疫策略的關鍵人物之一，魏國硯教授就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成語“刻舟求劍”來形容這個困境。你想想看，當你接到通報，再派人去噴藥，這中間通常已經晚了1到2個禮拜了。那些帶有病毒的蚊子早就飛到別的地方繼續繁殖、叮咬、傳播，所以你其實只是在一個曾經有問題的地方消毒，根本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根源。就在所有人都一籌莫展的時候，一位關鍵人物登場了。他不是公衛專家，也不是醫生，而是當時的環保署署長，一位台大地質學系的教授魏國硯。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下一個關鍵點了。魏教授他完全跳脫了傳統公衛的思維框架，他沒有把登革熱看成是一個單純的醫療問題，而是把它提升到一個生態問題的層級。而他用來作戰的核心武器是來自2個非常重要的科學理論。第一個理論叫做島嶼生物地理學，這個名詞聽起來很學術，但概念其實非常簡單。你想象一下，一個超級小的孤島，上面能存活的動植物種類跟數量一定很少嘛？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能把蚊子的棲息地切割成一個個微小、破碎而且互不相連的生態孤島，那裡的蚊子族群就沒辦法持續繁衍，最終會因為數量太少而自然的崩潰滅絕。這個想法聽起來很棒，但問題是要怎麼去切割蚊子的棲息地呢？這就要靠第2個理論了，叫做碎形幾何。這是一種數學方法，專門在研究怎麼樣可以把一個複雜巨大的形狀有策略性的分解成無數個相似的小區塊。它等於是提供了我們戰術執行的藍圖。當時魏教授用了一個非常高明的比喻，讓大家馬上就懂了。他說，這就像是在打森林大火。你想想，消防人絕對不會直接派人衝進火場中心，對吧？第一步一定是在外圍建立一條防火巷，防止火勢繼續蔓延。這個動作就叫圍堵。接着再開闢路徑深入火場，把它切割成好幾個小區塊，然後逐一擊破。這個就叫做分割。這個比喻可以說是非常完美地解釋了整個新戰略的核心精神。好了，理論基礎我們都懂了，接下來就是看實戰。這套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的全新戰法，到底是如何在台南的街頭巷尾實際執行的？整個作戰計劃是這樣展開的。第一步，先利用 GIS 地理資訊系統，非常精準地繪製出病例最集中的熱區地圖。第二步，派遣人力沿着熱區的邊界進行帶狀噴藥，建立起我們剛剛說的防火巷，進行外部圍堵。再來，第三步，規劃好幾條路線，直接切穿整個熱區，進行內部的噴灑。
透過這樣一連串的圍堵跟切穿，一個巨大的疫區就被成功的分割成好幾個互不連通的蚊子島，讓裡面的蚊子族群因為棲息地被弄得支離破碎，而自然的走向崩潰。這就引發了另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這套新理論聽起來很厲害，但到底有沒有用？巧合的是，歷史給了我們一個最完美的自然實驗，讓我們可以直接用數據來驗證它的成效。當時就在台南隔壁的高雄市，也同樣面臨非常嚴峻的登革熱疫情。但是高雄市選擇繼續沿用傳統的防治方法，比方說在水溝灌海水之類的，這就形成了一個絕佳的對比。採取全新的地質學戰法的台南市就成了我們的實驗組，而堅持傳統做法的高雄市就成了對照組。我們從數據揭示的時間軸來看，整個趨勢非常清楚。9月15號，中央政府正式介入台南的疫情。你猜怎麼着？才過了1個禮拜，9月22號，台南的單周新增病例數就衝到最高峰，然後就開始非常顯著的往下掉了。但同一時間，高雄的病例數卻還在持續的往上攀升。整個故事最關鍵的轉捩點就發生在10月18號，這一天出現的數據上的死亡交叉。什麼意思呢？就是高雄市的單周新增病例數正式超越了正在快速下降的台南市。各位，這不只是一個數據點而已，這就是鐵證，它幾乎是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台南採用的新策略確實奏效了，而且成功地在短短1個月之內就逆轉了整個失控的疫情。好，這場戰役雖然結束了，但它留下了非常寶貴的經驗，我們可以從中提煉出3個非常關鍵的啟示。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第一，是數據驅動決策的力量，整個策略的基礎都建立在 GIS 地圖跟時序分析上，這遠比憑感覺、憑經驗的打地鼠還要精準有效太多了。第二，是跨領域創新的價值。你想想，解決公衛危機的突破口竟然來自地質學跟生態學，這就證明了真正的創新往往都發生在不同知識領域的交匯點上。第三，則是主動預備的重要性。這次的成功並不是偶然，而是魏教授的團隊早在危機爆發之前就已經投入研究、建立模型了。這也再次證明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最後留給大家一個問題來思考一下。如果一個公衛危機的解方竟然能藏在地質學的教科書裡面，那麼當我們面對未來更複雜的挑戰，不管是氣候變遷、AI 倫理，還是各種社會問題時，那個能夠扭轉甘泉的答案，會不會也正靜靜地躺在某個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的領域裡，等待着被發現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面對複雜的危機，與其單點打擊，不如學習地質學家的系統性思維，先圍堵，再分割，把一個大的處理不了的問題拆解成可以處理的小問題。我認為這個思維模型非常有價值。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